我们都往左侧睡，不要脸公共，Oh my god！ 太挤了，你的手在干嘛？全部往左侧睡，太挤了，有点够挤了。你的手在干嘛？对，爆睡了。真的在爆吗？你们这边不也是吗？没有，我们清清白白。对啊，要确定嘞，打开。真的没有。来来，他直接从下面开。抱一下，抱就会死哦。我们有啊，我们有啊，我们这边有。我们这边。是吗？这样子很好。哎，结果全部人都包你耶！哇，好爽啊！你是什么？没有没有偷偷蒙转吗？偷偷蒙转。萌萌要猜是谁的谁的手在摸我？对，好，来喽来喽。来盖住。那摸我的肚子。好，那你那盖我先开我的肚子。哦好，好害羞，来了来了来来了来喽来喽。好色情哦。我就是一把。确定？我觉得再是一次哦，来来来。哎，我还是觉得是一把。哎，才对。他很懂哎。他很懂哎。对。我觉得可以再亲密一点，换个流量。我们是脸很震惊，但是在做别的事情。我这么快痒哎！是谁说的？是我的手。现在里面是几个？对，然后就走摸头。哎，这个想要看伸进去，然后用猜的，啊，伸进去猜。Oh my god！ 有一个进来了！啊！从下面进来！好像没有哎。天啊，救命啊！好了，算了。我们是姐妹，有点难钻哎，太多人了。太多人，超难钻的。什么意思？你在搔他痒哦？对，在笑，好吵哎！太开心了吧？啊！家里开了。好，离开。我想试看看你的昨天的洋装。我对啊。现在吗？看你方便，何时方便？你想什么时候穿？我想现在。那还问？不方便。哎喂。好危险啊！哎，这会漏点哎，突然发现。就换你开始，你没办法睡觉了。啊？你就知道刚刚萌萌在这里是什么心情。伸出手，下头。衣把打开好，衣把打开，衣把。啊，没有奶奶。我不介意啊，我不在乎奶奶。我知道我在后房说伊娃是喜欢大奶，真的假我在后房有讲。哎，我好像有说我们下午一直在看一些女生兄弟。对，然后我就说我意外发现伊娃喜欢大奶，的？真的吗？那你要摸看我吧。我讲。没有你还好，我还好。应该吧？那还好啦，先这样。在摸。没有，他要解开扣子。我还好。那摸。摸你的摸吗？吗？摸吗？带领我的手。我的手小心。哦。哎，很实心哎。什么叫很实心靠背啊？不是，因为不是会有内衣吗？然后有时候下去会有点那个。我胸垫没有多，那我没有加胸垫。啊，今天已经有在黄渤哇，大，可以分我一点。一啦，一哦。你干嘛？我不敢看。你会怕吗？你是巨乳恐惧。不是啊，我第一天就掀起来，我已经看过了。哎，我有看到，我吓死了，我不行。本期节目非常感谢我们的干爹337同居约会赞助。今天的环节是匿名变音通话环节。待会呢，你们可以在纸上写下一位你们最想要了解的对象，
可以透过变音的方式，让对方讲出他的真实想法。所以当你问问题的时候，对方并不会知道你是谁。你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询问对方你们想要知道的资讯。电话聊天我会害怕。其实我也不太确定要打给谁，因为下午这样约会，有点有心死的感觉吗？就是那种我做得好失败哦，然后就是有点就是算了无所谓，打给谁都无所谓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也怕就是如果再打给他的话，就是会蛮尴尬的吧，就想说缓一下再说的。因为我没有尝试过变音，然后也没有看过这样的设备，所以自己其实很期待，但是对设备的期待，然后也很犹豫，就是要打给谁吧。喂 ，Hello， 听得到吗？听得到。我们来聊聊正事吧。我不想跟你聊。我们开小事。好，你说。你为什么都要这样？好，你说。我今天很可怜，你不要这样做。所以你今天想我是吗？非常超级那种。伊娃跟小哈的分数比较高，对不对？目前的感觉是，可是应该说你跟伊娃，没有这么聊得来呢，是因为频率可能没有这么match到。应该说，我觉得我跟 Eva 可能有点太相似了，然后我们相似的有点像姐妹。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的没有什么不好。我可以再试着了解她，但是因为她好像觉得我很像她的姐姐，就是亲姐姐。对，有可能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正式了解彼此嘛，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可能都很紧张。真的？对啊，我不知道她啦，可是她应该也蛮紧张，但我觉得我自己是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开话题。然后今天我被打枪几次了？你被什么？我被打枪超多次。你被打枪超多次，为什么？他是一直跟我说，我们没有机会约会，我不想跟你约会，什么什么。那我觉得我没有机会知道，我不会去跟他约会的。我真的是不懂什么意思。我跟你说，我们没有机会约会了，除非身不由己，可以吗？他就。那你明天想约会吗？跟他吗？我不知道你想跟谁，我不知道你是谁啊！哦天哪，你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是谁？我的妈呀！我的心脏好痛。我心脏也很痛。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请问我是你的第3名吗？可以，没错，你说。好，那我你看，我知道你是谁。最后才听出来，笨死了！你在骂我，我听得到哦。我知道匿名电话是同期打，好像是因为他跟我说，你不要这样，然后我想，好像就是他了，就语气太像了。我只找了我的好兄弟跟我通话，因为跟佩佩聊天我会很担心，就是他太聪明了，他的感情方面太敏感了，所以我会怕说我不小心讲出什么话，然后让他猜到我的1、2名之类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都是需要先稍微思考过再把它讲出来的。我觉得同期觉得我是第3名，是因为我们2个可能私底下聊的比较多，所以他给了我这个分数，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对我心动。他就问我今天约会的状况，觉得今天怎么样？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打给你？因为他累了。他今天又没有出去，对。在处他。你不要说他今天没有出去，他昨天也没有出去。他已经休2天，还在累啊。他今天我一来还跟我说，我觉得我不想出去约会，我说你有没有去约会？真的。而且一来我就在猜同期的1、2名，然后他们一直说我的直觉很烂，什么都是反指标。我觉得有一个是小哈，我就说你直觉不错，越讲越夸张。怎么啦？到底有没有讲的？你猜的1、2名是谁？我听听。没有分名次，但是他一开始有好感的是如烟。
然后再来，因为他不是说他从昨天开始有一个新的人吗？原本哦是哦，他是昨天有他好像说什么后来开始有人也上来这样，然后我就猜是小哈，因为小孩是新来的。哦，确实都是。有他们也跟我说，他们说我是反指标，我好笑。Hello， Hello， 想问你就是兴趣是什么呢？兴趣对，最喜欢看书啊，拿相机去拍照，或者说就找我妹去拿空拍机拍山，那你的生活都很丰富的感觉。就很多元啊，很弹性。那你会想要猜猜我是谁吗？我不知道，问这个内容听起来就是没有约会过的人才会问的。真的吗？跟我约会过还问这些，有点奇怪。应该都知道啊。时间到了，拜拜。拜拜。我会选择打给佩佩，是因为我想逗逗她，然后看她的反应这样。有如你的期望看到什么他有趣的反应吗？有啊，就是我装作好像没有跟他约会过，然后说你的兴趣是什么啊？就是哦，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然后他就说哦不知道哎，应该是没有跟我约会过的吧？约会过应该都知道，不会那么白目吧？但他不知道很白目的就是我本人。那你跟那个谁约会的时候呢？Soraya。等一下，我们是他3天约会的人哎。对耶，我们这里1、2、3。哦，真的吗？对啊。我们好像可以分享这个。就是他会一直说什么你让我整个火起来，但是我可是应该是因为后面比较熟的时候，我觉得就还好。我第3天的时候比较习惯一点，就像听我的分享今天的嘛，因为第3天了，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他是比较放得开的人，但其实相处的时候他好像是会顾忌的就是走上楼就其实都挺安静的，然后他其实有私下问我说你是真的会害怕吗什么的，我说我就是还好，但是有一点这样对，然后他其实都没有到太那个啦，其实。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得就是我有压力，因为他就讲，我觉得他可能会感觉得出来。我一直傻笑。我也觉得他可能感觉出来，因为第一天，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容易去观察细节的人，他应该能感觉得出来。就好。但希望他不要感到就是对啊，我们其实我们我们没有讨厌他，我们对于他的贡献，其实我们蛮喜欢他的贡献，对，还有他的个性，我觉得他应该火压得许久这样，我给他一点小鼓励这样。真假的？但没有到很夸张啦，没有到我们玩游戏以外的东西啦，好不好？你不明讲，我们会想对啊，你不明讲，我们会觉得都摸了全身都摸了这样。稍微给他看一点福利。哦。我给7吗？7.5。我可以小声点啊。我给7.5。他就是14.5，差一点。对，14.5。那你给10其实是很极端。对啊，可是他也会给10。哦。是你知道那司康真的很好吃吗？但是他们都司康，那我发现他们好难，还纠结。然后还有我开玩笑的，你有听得懂？他那个一定要是水果茶，好爽哦。Hello， Hello， 我想要问你，就是你现在不是跟如烟同床吗？对啊。那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会就是抱着睡觉，还是有什么肢体接触吗？我没有抱他睡啊，只有头靠着而已。那你隔壁床的2个人有抱着睡觉吗？没有吧？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我就以为是卢烟，因为我觉得只有他知道，然后他还来问这个问题。当下我有点想纠正，就是那个词，就是也不是抱，我只是靠着你而已，没有抱这样。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有耳闻说这几天有2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抱在一起睡，还是之类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有心动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跟 Clara 就在推说，到底是谁这样。然后因为他跟伊娃没有，然后我跟弟弟没有，
那就只剩索拉雅跟同期，然后还有佩佩跟如烟这2组。但是索拉雅跟同期，我觉得不可能，就是他们2个有一种喜感，可是我觉得他们绝对不可能抱在一起睡觉，最多可能就是抱一下开玩笑这种。所以我就觉得如烟跟佩佩蛮有可能的，因为佩佩第一天也对如烟蛮有好感的。算是有点小吃醋嘛，因为像玩真心话大冒险这种，如果他跟别人亲嘴什么的，我其实还好，因为只是在一个公开场合，然后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可是这种私底下就是已经好像有点认真的感觉，然后就想说竟然吗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也不确定，所以一切都是我的推测。所以一听到有电话这个环节的时候，我就马上想说，我一定要问这个，我一定要问这个，因为就是有点在意。因为我今天出去得到的情报是有人会抱着睡觉，那你觉得是谁？有人会抱着睡觉？对啊，就是有人跟我说，有人同床的时候会抱在一起睡觉。然后你问我觉得是谁？对啊。我为什么要猜是谁？没有啊，好奇啊，好奇你有没有知道什么啊？然后他为什么又要问这里有谁抱睡？所以我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要特别去问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有点像是要叫我去注意这个行为，他特别举出来放大说你这个行为就是有一些什么这样，要我去面对这个东西，不要当没这回事。我觉得弟弟他们房间应该没有，然后我隔壁床的应该不可能，我房间是同期，然后伊娃被分床了，然后他单独一个人睡，然后隔壁的哈祖跟玲玲应该是没有，我没有觉得任何人会抱着睡啊，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如果他直接承认，我可能还会觉得好一点，就是比较明确。但是因为他说好像没有，我就想说，所以是有还是没有？什么叫做好像没有？应该不算。但是他现在目前就是表现出来的样子，他的会想出去的第一顺位还是我，所以就没关系。虽然你说你是可以接受，但他的否认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这有点复杂，因为其实原本就是前几天都是觉得我不可能会想要跟如烟出去约会或是聊天之类的，结果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从真心话大冒险之后，有点看如烟觉得他常常会有一些表情或是动作会让我有点被吸引到，就变得开始会想要跟他出去的感觉。所以如果他跟佩佩抱睡的话，我不会吃醋吗？就是我觉得我吃醋的情绪会变成有点像在怪罪另外一个人，但是因为这2个人现在我都有点想出去，所以我还没有真的很清楚我到底在想什么，会想要更快跟佩佩出去。就是目前的想法是这样，想要先更确定我们到底是不是适合继续发展。你现在有想要出去的名单里大概会有谁？萌萌、伊娃或如烟吧。跟伊娃的话是像朋友吗？还是你有把它列入恋爱的对象？我们是好姐妹耶，就是我们是抱睡关系的好姐妹。那如果伊娃喜欢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我是觉得不可能，不行，她不能喜欢我。那如果如烟喜欢你呢？就是他如果跟你说他喜欢你，你会有什么反应？我会怎么反应？我会听啊。他听了，然后嘞？一定要有回应吗？就是你会有什么想法吧？我会有什么想法？我会好奇为什么我给了什么样的氛围让他喜欢。他跟伊娃应该就真的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可能出去玩会很开心、很快乐这样，所以他会选他。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还是蛮喜欢如烟吧，因为听说如烟是他外表上的平常会喜欢的菜。那如果下一个要选同床的室友的话，你会选谁？如果要换房间？我会选伊娃或萌萌吧。那伊娃最自在啊，萌萌我最喜欢啊，很简单。可是你的选项没有如烟，你有观察到他电话中的反应是怎么样？没有，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面，我知道对方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反应，但是我会认为这就是我的选择。你既然都要问了，我就是诚实跟你讲。你现在有把谁当成就是
过几天以后会是竞争对手之类的吗？竞争对手，最有攻击性、最有威胁性的人是谁？伊娃吧。如果他喜欢伊娃的话，我会生气哦。为什么？为什么是伊娃？但是很好相处的对象啊。你觉得如果跟他出去约会，很有可能会喜欢他，是吗？对啊，就是如果你们喜欢搞笑女的话。就是因为你前2天有如烟嘛，对啊。那后来是不是就没了？那原因是什么？第一个被转移注意力了，可能我跟伊娃比较好了，或是我发现萌萌挺可爱的，就有点被转移注意力。那又加上可能如烟对我的态度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对这个人的好感度可能在这里，可是他如果超过了你那个好感度，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压力，反而会下降，然后就会觉得不想再太多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我心里还是比较喜欢萌萌。你有什么资讯内容吗？我有什么资讯内容？哦，我可以跟伊娃说，我们差0.5分。我本来以为就是单纯评分的，没想到有强度在，没错，写高一点。就我那时候结论是我们2个都是理智的，就是没有一次就给人家爆灯，就是差不多一个。没错。对。因为他要过15，然后我是7.5。但老实说，我觉得这次约会就是不是本来是心动嘛，但是后来聊完之后就比较像是那种，邻家大姐姐会很认真听你，然后会有一种很适合依靠的那种，比较有感受到。我们也来报税，听说有人因为报税晕烂。真的吗？我不要解释一次，反正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你先报税啊？是你们啊？谁？我跟他们不要报。真的假的？我们今天一直推理，感觉压死你耶！感觉一直压死你。推理谁报税？因为昨天晚上我跟佩佩就在那边玩。可是他说是跟床伴报税。而且你偷报我。头晕。你怎么在这里？为什么可以换房间？真的是变姐妹。你看他这边，你有跟如烟报税？姐妹没有啊？怎样报税？我只是靠我家肩膀而已。到底谁报税？只有我们2个会报税，好吧？对哦。妈呀！我看到2个 gay 了。好，表演喽。好。好好笑。要不要什么？没有要给你录。那你觉得伊娃跟佩佩怎么样？伊娃跟佩佩他们就是好朋友吧？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有问伊娃她的好感，但她说她没有很明确的好感，但是以排朋友的话，她会就是前2名有佩佩。晴晴今天跟你讲了什么佩佩的优点？她说她觉得我跟佩佩讲话的方式还有频率蛮像的，还有我们什么成长环境之类的也蛮相近的，还有接别人话和给反应的方式也很像，所以她觉得我们会很合得来。这不算优点吧？应该是说她讲的是，如果我跟佩佩约会的话，会有哪些优点这样。这方面的。而且其实根本就知道对方是谁，然后还要硬要假装不知道，不觉得很好笑吗？你要讲这么直接吗？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是谁？从哪里听出来？因为也是，因为我不跟你说，我跟你出去约会再跟你说。还给我卖关子？好吧。那假如我们都没有机会出去约会，你会觉得怎么样？我应该会蛮失望的吧，但是搞不好除了约会以外的时间，也会有蛮多时间可以相处的。老实说，我不太敢问。我觉得我是一个对于问题的答案不会那么想要知道那么直白，我想要透过观察他到底是怎么选择，而不是说我直接问。所以我当下其实也没问很多，
有点旁敲吧，可能问说，如果今天没有跟佩佩去约会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吗？这种的，就是有点像问想法，不是问答案。那你觉得你会有情敌吗？我本来没有特别去想情敌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第4天，就是要说什么有多喜欢，然后会喜欢到很嫉妒的话，就是好像有点太严重了。但是现在有点不太确定。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会有嫉妒这个意思吗？可能因为跟大家也开始变熟了，所以就更了解大家，以后会有很多猜测吧。但是因为一直被说猜测都很不准，所以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这样猜。哦，假如有人他想要同时选我的话，你会去跟他抢吗？还是说你就好就让给他试试看没关系？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抢，因为我怕你会有压力，或者是就是搞不好你也很想要跟那个人去，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抢，但是我会希望可以看到，就是你是没有比较想跟他出去的。那你刚刚要问什么？还有剩30秒。我想问，如果现在就是评分的话，你会给我多少分？你说印象分，你一直都蛮高分的只是因为我还没有跟你出去，所以我会怕这个印象分只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是一直都很高。那我现在有任何一个行为，或是哪一个瞬间会让你觉得我有可能不是你会喜欢的人吗？目前没有啦。好，那我有点意外，他会问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害怕，在我心里扣分嘛，这样子。我有记得，萌今天很兴奋，我记得，因为今天萌萌问我有没有聊什么，然后我就说 OK， 说他连3，然后我们就很兴奋，我们加起来等于1，对，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赶快送做，没有是我，是你自己的脑补，你们赶快去吧，谈恋爱，结婚吧。我要当半小时，我要当半小时书局。他问我如果要选床位要选谁，我说1发萌萌。他会暗爽，我以为是如烟那种开始，然后如烟就其实他不想跟我选，我一开始想说我的信仰是如烟，我这样讲他会不会难过？现在可以跟确定不一样，确定他不会难。哎呦，出面的也太多了吧？就是下场的。你要干嘛？铺上吧。需要？就最近怎么大家都需要我铺？飞扑，瘦哇，好香哦！然后果然是漂亮女生。不是，你就只是想这个。你们这边在给我偷开小视窗吗？非常想要。我们没有偷开。那你晚上睡觉有跟佩佩抱睡吗？对吗？不然你觉得我那如果你打给我，你在小视窗吗？不是，你现在在小视窗。真的就会问你最想要谁。他已经回答了。佩佩就在这，然后你刚刚在他这里说，请问这样是小视窗吗？我不确定。好问号哦。所以如果我问你，就是如果你突然在我这边跟我说，所以你今天跟可是你都知道，你到底要问什么？会怎么样？跟会怎么样是一样的，这就不是小视窗本人在此哦。对啊，这种吗？这种。那你们今天出去有恋爱感吗？觉得他独处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行，还不错。然后你们真的可以试着跟他约会看看。我叫他多尝试，因为我觉得时间很短。你发好文传给他。我没有这样讲。你叫他多尝试，是不是就是这样？没有啊，我说，但我也会啊，我会多去约啊，约会啊，约。都去约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应该。我知道。要，但今天有补充到能量吗？有。还有，谢谢你。不会。好了，你不要再想了，不要再热了。好热哦！你看我就知道。我期待明天吃什么。你有听到？我听得到你的声音。好。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我的第3名吗？No。你不是我的第3名。我不告诉你。不会，我的第3名不会这样。真的。
哦，我好像知道你是谁了。谁？如烟。怎么可能？好了，我确定了，可以了。你有想对我说什么吗？我跟你讲，我真的已经完全掌握了吗？我已经完全是这个节目的情报站，因为我就知道我心里是对的。我今天不是跟佩佩待在家里吗？然后这我要先跟你说抱歉啊，就是你的部分我有跟他讲，所以他的部分我也一定会跟你讲。靠你这个 bitch！ 好啦，你说。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交换那个啊，我不可能说我只跟你讲，然后没有跟他讲，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就是我就是个对，反正你的部分我有跟他讲，他从刚进来，可能第一眼看到你就是对你有兴趣的，对，可是他说，因为他已经有主动的释出一些，其实我那时候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事后有跟他说为什么。对，可是他就是说他已经，就是他主动找你了，但是因为你都没有回应他，所以他可能有在另寻其他之类的，就他是这样讲啊，但是他对你还是有兴趣的。我有感觉到，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想去遇到想要没有的，没有，等一下，那他想等一下，我再跟你说一件事，说快点。就是我今天在家里，我被重伤很多次，也不算重伤啦，就是我被嫌弃很多次嘛，可以这样讲吗？好，你说。我的前2名他有在猜，然后已经猜到 C3取2了。OK。然后对，然后那个3就是萌萌、Eva 跟他自己，可是他这个2，他直接把他自己排除，觉得是前2位就是萌萌跟 Eva。我们有深入聊天多，就我觉得。有变朋友的感觉了，但是就是我那个3个不能讲的秘密，他就问啊，就是问我住哪里啊，或者是问我年纪啊什么什么的。对，他就说反正我们以后也不可能约会了，你就直接跟我讲嘛，他就这样跟我讲，就是他已经笃定他不会跟我约会这件事情了，所以不用在那边要帮我们凑成一对之类的，没有这种事情。至于这样吗？不过确实是这样子，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虽然说。我先安慰你一下 ，sorry。什么东西？什么意思？我先大安慰你一下。时间到了啊，不用安慰啊，没有那么时间到了，我们等下再开小视窗啊。好，我们开小视窗，拜拜。再开小视窗，拜拜。OK。拜拜。我不是想知道谁打给你。我不想跟你讲。那我知道谁打给你。谁？我没有打给他了。哦，真的？为什么？不准你闹了。那你们说。哦。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在交换情报。啊，对啊，没有这个环节交换情报。他跟我说你什么都没讲。没有，我们这个屁呀，我讲很多。真假？他在我那边说他什么都没讲。我讲你的事啊。等一下，所以你下午问我那么多问题，然后拿来给别人。没有啊，我就跟你说我是1对1。你说什么？你刚刚在这边说什么？如烟问你问题，然后你说你都讲不完。我下午跟你聊那么多，然后全部交出去了。怎么可以？我们下午等一下不是？你看看，不是等一下，我们下午讲5个小时，你看我这5分钟20小时，你有什么毛病啊？精简版啊，懒人包。靠腰，没有那么精简的，神经病。不是，就是我觉得有一种，我下午跟你讲，然后你晚上就卖给别人了。没有，我就跟你说，我跟你讲多少，我会跟他讲多少那一种，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只跟你讲他的秘密。然后你也没跟我讲多少啊？对啊，这什么？我跟你讲他的部分，我也有跟他讲你的那个部分，其他就没有了。哪个部分？没有，不是。我不想让他在这里啊！快乐，救命！不是，所以只有卢燕知道你的2名是谁，我跟弟弟都知道。对。那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我们今天只有跟几个人，你今天只有不是就是还是你跟家里的人聊天，然后发生变化。跟家里对啊，你今天只有跟我聊天哦。我今天好累哦，因为我要跟我聊很累。对，因为我需要去提。所以我让你失望了，我一直还没掉下来。不是你，就是你有点跟你聊天很累的部分是，我需要去防你或猜到很多有的没的，我觉得。你干嘛防别人？就讲出来呗。对啊，对啊，有什么防？来自你干嘛？这种事我问的大部分是你好吗？你会防？你明天直接让你选的话，你会选谁？其实已经没什么想法，我就跟每个人都开过小视窗。不要话那么多，我只要一个名字。他感觉就不会挑他的1、2名。可是我就问我3、4、5、6、7、8、9，我也没有想，我3、4、5、6、7、8，我也没有想要挑，因为我你知道吗？去约情敌。对啊。我有情敌，可是我其实只是一个。
你说你其中一个不止一个，还是2个加起来？我不想跟你讲这个。不是，我又没有记好，加起来不止一个。我只是想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又不可能因为这个而猜到。Hello， 你是我的第3名对吧？我不要告诉你啊。好，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才第一句话而已。讲话的感觉啦，像刚刚上一个我也有猜到啊，就是我跟你们聊天也没有少聊吧，所以当然猜得到啊。我是选了同期给他匿名电话，因为其实同期在我一进门的时候就跟我说弟弟你终于回来了，我今天好想你哦。然后我想说他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选他。萌萌的部分的话，就有可能就是他刚刚在跟 Soraya 聊天的时候，他就是萌萌说他要开始讨厌我了这样子，然后 Soraya 跳出来说，那我说我在嘴炮他，然后他就说我要开始讨厌你了这样子 ，Soraya 就跳起来说那就开始喜欢我吧。你不会推理，你要听我推理。你好，我开始讨厌你了怎么办？那你可以开始喜欢我了。你说把对他的喜欢转移到你身上，对，来吧。那不然也没有多少。哦，萌萌就说那我把他的喜欢转移给你，然后后来再补了一句，可是也没有多喜欢。哦，好，然后就天哪，我今天要被中，我今天要被中伤几次，烦死了，拜拜啊！拜拜。我好像没问到什么问题。我跟同期的匿名通话，我完全没有什么机会问他问题，因为就是他一直讲，我还跟他说，你都没有让我问问题，你一直讲。他的第1名跟第2名都是对方的理想型，所以他们2个其实想去约会，他心情也很复杂。刚刚我们那个房间，你一走之后，Soraya就开始滑手机，代表他对我们那个房间的其他人是没兴趣。我进去的时候他还在滑手机啊。没有，还有人跟你聊天呢。没有，他就说，我说我不喜欢你了，他就说那你喜欢我吗？这样而已啊。就你直接说你不喜欢他。我说我不喜欢他，对，然后他就起来说那你喜欢我吗？没有，他就说什么那你来喜欢我吧之类的。对，对，你还没进来之前，我们又在那边聊天。细节哦。然后我们在那边聊天的时候，他真的是一直都在玩手机。可是我坐在那边坐了大概3分钟、5分钟，他一直跟我讲这句话。哦，你不会推理，你不要跟我吵这个。你不会推理，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他对我们刚刚那一群也不好奇，然后他一进来之后，所以他好奇他。依法的部分应该也有。没有吧？我觉得没有。依法跟我说，他自从约会完之后，他就对。可是刚刚依法在滑手机的时候，Soraya就突然起来，然后在那边说：“哇，你滑手机都好好看哦。”这样，甚至我觉得可能依法他有上心，所以他才会开始有点拉下去。上谁心？依法。真的假的？你这么精辟哦，你这么精辟哦。我喜欢讽刺他，没有，我喜欢这个推论呢。不是因为你自己想，谁对谁有上心？Soraya对依法，因为 Soraya在我这么主动对他的时候，他就不敢直接来，是吗？那是不是可能真的有一点点？因为他跟我说他会稍微挑逗的人，都是他会想要发展的人。他想发展没错，但是如果真的有让他有一点点那个，他是不是可能会稍微他也是很反的，就是你第一天不就讲了，就是很反的。我不觉得，我觉得他喜欢一个人，他就是全部表现出来。我不想知道你知道，我觉得他讲的不准。我不想知道你知道，他是这样跟我讲的。你在反指标。他会表现出来啊，但是我觉得不是他会表现出来，是他可能一见钟情的时候，你对看过去10个，你有5个是有好感的，5个就真的是没兴趣的，他就会对那5个特别主动。可是这5个他相处下来之后，发现，这个人我真的特别心动，他就会开始拉距离。这个我不确定，但我喜欢这个推论。就是他们可能甚至没有想过，他们会找一个这么会推理的人来。可是我还是觉得他没有，什么意思啊？怎么有错不同意？有没有？怎么有会这样讲话啊？怎么有人这么赞同自己呀？我就跟你说，我对我自己的自信，我喜欢你。我对我自己的自信。我当那个许家瑞。你以为你是谁呀？许家瑞是谁？我觉得我现在的定位比较像大家的情报站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很会分析有的没的，就是我会找一些小举动啊干嘛的，然后去分析说你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所以以我的视角，因为第三旁观者清嘛，以我的视角，我可以稍微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谁对谁可能有一点点感觉吗？或者是谁对谁比较有一点主动的成分存在。我想问说，你有找到你心动的人了吗？我觉得我好像有好感的人，但是可能2、3个这样。哦，你有2、3个？对，但我自己有排名这样。哦，你是还是需要时间多相处、多认识？对，我觉得需要多了解一点。那没错。你会主动找时间跟他们相处吗？我比较被动一点，但是如果有可以选择的机会的话，我会。那这样你的心动排名会不会跟那些比较主动的人就是比较有关联？是。你会愿意打开你的心房跟他们更靠近吗？可以，我愿意。那你会取决于说他的心动程度，再选择你要开多少呢？还是就是都开放？如果说他愿意想要了解的话，我会依对方。但其实我有时候会比较逃离，因为我会害羞，所以我比较被动嘛，所以我比较容易会有点躲闪喜欢的人那种很像小朋友的行为。对。那你会口是心非吗？如果在很多人面前可能会，但是我其实已经在用我的方式，在想办法的，在努力的跟对方。要怎么知道你跟对方有好感？就是我可能不太常跟谁聊天吧。所以只是因为害羞。对，我害羞。所以你是刻意会躲避吗？会有一点点，但是还是会看看他跟别人的互动是怎么样。如果他跟别人互动更好的话，我就会在旁边默默看而已。那目前你觉得你有机会吗？在对方心目中，就是会是比较前面的吗？我不确定，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给予对方什么，然后感觉上有一点点，他可能想要再多观察嘛，还是想要去跟了解其他人，不知道，讲完有点失落翻欸。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状态期望值，像我如果说状态不好的话，我不会想要这么快的跟人家亲近的相处，因为你前面阶段都没有办法接受了，你就可能没办法真的想过进入关系这件事情啊。我先确认说他现在状态有没有达到他自己理想的那个状态，这样我就可以比较好拿捏说我要怎么去接近他。所以你跟他是有约会了吗？有2个人耶，我现在目前有2个人选，有一个有约过会，一个没有，这样。整体而言，他说有2、3个，你就觉得2、3个是在有包含你是吗？有啊，我就觉得有啊。那你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就是适合开始相处进入关系吗？觉得可以开始好好的了解彼此吧，就是希望可以好好了解彼此，就是不然再拖就没时间了。我的意思是，我怕等一下被抢走。哦，你会怕他会被抢走？我觉得可能这些人都是人气王，我觉得有一点担心。然后我又不是一个会马上就去跟这个人聊天的人，哎。那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关心他？我会一直观察这个人，偷偷的观察这个人。可是你一直在大家身边啊，要怎么知道？我会很想看着他，所以如果这个人一直跟我眼神对到，会发现我一直在看他。如果他有注意到的话，那没有的话就没事了。这样。但你会想跟他一起睡吗？
其实会，可是又怕说我吃完要睡觉太无聊，然后对方可能没办法跟我好好聊天这样，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会不会如果约会的话会更好，或是对啊。那你有好感的人有没有第一天就知道哦，这个有一些好感成分的？有，有。是什么特质让你觉得一个感觉哦？看到他就觉得啊，好想了解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样是因为外表还是气质还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外表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他的气质吧。我看感觉，就是可能我只跟他讲过几句话之类的，但我对他可能就会好奇的。这样太明显了啦，我快讲出来了。好烦哦！那你讲出来啊？不行吧？因为今天就确实可能了解他，确实了解的比较少。因为因为一开始我们两个可能真的也没什么话题，我们两个太像了。就是我本来是有想说可以再相处看看，就是不用那么早下定论。但我觉得他好像蛮确定的。没有，他还是觉得可以再相处看看。哦，真的吗？哦，听了很多私下的资讯，就是跟我约会的资讯不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一想，我去约会的时候，然后我觉得Eva应该是把我当姐姐，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听佩佩说好像又不是，就是好像又可以再约会看看，所以我就是想说，好像跟我原本想的不太一样。因为你们俩的个性真的很像，真的是像。因为他刚刚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就是他觉得他好像。哦，真的吗？因为他跟我说，就是在他眼里很像邻家姐姐，就是可能就没有火花。哦，这超下头的哦！我还没讲出来你就讲出来了。什么意思？他都会讲一些话让你下头。不是因为他有说到没火花是什么？就是没有到没火花，就是没有他有就是对有直接就是讲就是对之类的，就是真的像姐姐，就是不是那种姐姐，是这种姐姐这样，你知道对。可是他个性就是这样啊，他会把东西打死。然后因为我刚刚跟鲁燕是在这聊天嘛，然后聊一聊，然后我还有试图的问他说，那你就是对于喜欢姐姐的理想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都用韩星的标准来评。我就说他是下头吗？然后我就想说，韩星的标准，这颜值也太高了吧？然后我就说，没关系，不用担心，他喜欢小眼睛。哎呦，不用担心，没有，我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不用担心。我看他讲话只是这样的，他好争气哦，我觉得很好笑。请问可以听你的感情史吗？感情史很多耶，我觉得5分钟讲不完。没关系，我们就是看能讲到哪算哪。想要打如烟是因为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和我们分享蛮多他的人生经历，然后希望可以透过变音的电话，然后知道更多。我没有交过女性，但我从小就知道我是双性，之前交往都是男生，然后遇到很多不 OK 的人或是不合的人，所以我就在想，就我来了这个节目，想要认识自己人，确定自己是不是可以对谁心动，对女孩子。了解。以前的感情史太恐怖了，如果你跟我约会，你就可以好好听。那你要跟我约会吗？那你要约我吗？我是羊驼呢。好，我努力约你，我想听你的故事。好。那你要加油。你有猜到我是谁吗？我觉得你是安主，不然就是……怎么了？是吗？错了吗？没事，你先说，不然是谁呢？我觉得你是安主。好笃定哦。那就是这几天有什么人，哪一个是你特别想要出去约会的吗？要更了解，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选我，因为不一定是我选人。对，可以就是说是谁吗？我真的很在意。佩佩跟弟弟，哎呀，好烦哎！可是我在第2天的时候，对那个克拉吗？
Clara 呢也觉得他好像也蛮有趣的，很想跟他聊聊看。还有哈主，哦，好开心。就是听到如燕就是讲好感对象有我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受宠若惊的感觉是怎样，不过也觉得，这几天难得情绪有那么高昂过，觉得很开心，第一次就是听到漂亮女生对我有好感。干嘛啦？很讨厌。你干嘛骂人家啊？人家没有啊，我骂他很多次，就像上次。不要再骂人家了。上次我们知道，这样很辛苦哎。上次我们知道差不多快 C20取8的时候，C200取8的时候，就是我就说你干嘛选我啊，神经病哦！你干嘛骂人家神经病？对，我就说什么你干嘛选我啊，神经病哦之类的，让一些躲过去说选你还要被你骂哦之类的。对啊，他们知道我会骂他。那你讲话控制一下。我现在是认真的跟你讲，我觉得就是在镜头前面一直骂别人神经病，你真的会被骂。他不在乎吧？我关心你嘛。我这样可以吗？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子，他们搞不好也不开心啊。就是不会，你就一休就是啊，随便你。而且我就念反指标，我觉得我这已经不是反指标，这已经是社会化的问题了。你觉得你比我社会化吗？没有，我是说，通常社会化的话，大家会比较不会骂别人神经病。但我觉得你社会化不够。我又会哭。没有啦，那个神经病不觉得，那个神经病他们不会觉得是在骂，他就真的是在开玩笑。他们好真的，你啊，可是本来就不应该随便骂人家神经病啊。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也不是骂神经病，我忘记我那时候讲什么，但是这个真的听得出来是在开玩笑。好啊，至少我是不会这样讲。他那个是他的朋友式的形容词，神经病哦，干嘛要选我啊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萌萌当下很不耐烦，就是说你不可以说神经病啊，你没有那么，就是我其实对于萌萌这样的态度会有一种，他这么在意这件事情，或是那是他们两个之间的那个嘛互动就是这样。但是我看到萌萌生气，我也蛮开心的，就是看到他另外一面，看到他生气的那一面，就也蛮可爱的这样。就是他个性上可能就是这样啊，对一些事情可能比较要求在意这样子，就有点像在观察，可能他在意什么事情这样子。就是有吓到，就是因为他真的很严肃，严肃到有怕到吗？就是他怎么突然的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啊，惨了，我做错事情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开玩笑跟他讲说，我真的只是在开玩笑，就我觉得嘴炮会比较好拉近朋友的感觉吧。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增进感情的方式，我不会那种很拘谨的说哦谢谢哦不好意思，太拘谨太客套的状况下，我会有点。所以他可能不想跟我有更多接触，干嘛的。我看他被同批气完你说刚刚在里面房间聊天啊？对啊。又被气什么？他那天跟工作人员讲说什么？你干嘛选我啊？神经病哦这样。然后我就很认真跟他讲说，我真的觉得你在镜头前面不要再骂别人神经病或有病，我真的很怕你被骂这样。然后他说他没差。对，他说他没差，我就说可是我担心你啊，我真的很怕有人被骂，我就很怕这节目上任何人被骂这样。反正他就说什么，他觉得骂神经病没什么，我就说这不是没什么，我觉得反正我就说这是社会化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社会化的人不会随便骂别人神经病，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比他没社会化。你真的观念很好就是社会观、世界观比他还要好。对吧？超好笑。我刚讲没社会化，我真的气死我们两个刚刚被讲说我们两个比他还要没有逻辑。对。然后我想说，本来反驳，本来要讲，可是我后来想说，不需要浪费口水。对，靠腰。然后我本来也想要讲什么，那感觉，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谁，弟弟来了，不是弟弟啦，那个谁啦，佩佩啦，就妹就这样算了。我一开始是真的是在帮他担心，然后我真的想跟他讲说，就是不要再这样子了什么的。没关系，在当事人都没差，你别担心了。我跟你讲，不要操这个心，瞎担心。对，没事，没差。有一种讲不听的那种。对啊，不会啦。就他这个性嘛，他个性就这样。我觉得他说我第六感差什么的，我都可以接受。说我没他社会化，我不能接受。没有，他说我没有逻辑这件事情。你也觉得？很好笑。对啊，所以我才说我想反驳，可是我想算了。我在房间里面，我也是自己在想，可能我真的做错事情，我不觉得我自己的想法就一定是对的，就可能我看到的东西是我看到的部分，但是我没看到的部分，我也有做错些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以他跟我讲的这些去思考说，确实他说的没错，就是我认为就是只是在开玩笑。
可能有些人会当真，有些人会觉得这样讲是在干嘛？我很没礼貌啊，很没有家教啊之类的这种想法。然后就是想到这部分就觉得，哦，可能我真的这样做不好吧。他刚跟萌萌吵架，我好害怕。为什么？其实我有吓到，就是为什么跟萌萌吵架？没有，因为怎么吵了起来？就是我有点吓到，就是。那我们等一下再看这么认真。他只是真的担心你。对啊，他是很注意，我知道他刚刚跟我讲说，就是他真的只是很担心你，然后我说，他跟你讲，他不是讲，他没有，他说，我真的被他气到，这样笑死。没有，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个部分。没有，他是觉得怕你被延上，他是真的，而且他是真的很担心你。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反正我就说，反正你这个个性，你就已经本人不在乎了，其实就没差，不用去想。我已经讲到就是第一集上次我要把我的账号锁起来了，我不看就不会有人骂得到我。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是已经回你说，如果有人在全部那边谩骂你，那个有人要吃3包杏鲍菇吗？这边要跟我分杏鲍菇吗？好啦，我好，那我再叫2份。哎，刚刚有人点爆汁嫩鸡吗？我你点爆嫩，好。我们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好不好？差不多喽，走喽。你怎么那么可怜呐？我跟你讲，你想要好对象，对不对？我推荐你呢去225同居约会。单身想找到好对象吗？那你可以试试看225同居约会。225同居约会呢是337同居约会的子品牌。它是专门为同志打造的一个恋爱的实体配对，这里的每一位会员都经过颜值审查、专人访谈，绝对没有诈骗，所以放心，不会踩雷。最棒的是，你的资料一次上架，你就享有终身配对的服务，配对的次数无限次，重点你还可以先看到对方的照片、个人的资料。再决定要不要邀请他一起约会，所以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并输入专属优惠码，而且还能享有免费的1对1配对服务哦，绝对不要错过哦！现在老样子，心动讯息一样的规则，在大家面前讲出来，一样的是匿名。好，我先。虽然我电话猜错人了，但是可以跟你讲电话还是很开心。我觉得佩佩的有一点模糊，就没有前几天我们那么像在互讲，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猜错谁，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这样。还没有很跟你熟悉，所以我希望就是可能在比较自在的时间可以跟你多聊一回。很棒，终于不下头了。我吗？Eva 好像心动的讯息有提到，就是还会希望再多了解一下，就是相处的时间很短这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我吗？但我不确定。我匿名讯息其实是想传给小哈，因为就是真的还没有很认识他，就想说可以先认识看看。我这2天就是2度耽误了你们的爱情，但我永远会当你们最死忠的 CP 粉。完了。不是说好心动吗？我在自行登出那个游戏体验哦。我在课的时候就是会很为大家想。你可以自己想，你可以当那个绿茶婊啊，让那个加速反应啊，自己给10分啊。你就说我想插足你们的感情。好，那重新。今天和你约会很开心，然后希望我可以成功介入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要这个血流成河，血流成河。我就想要这个是我要的，好吗？今天4个人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真的很幸福。你们都知道，就这样乱交劝的。
莫名其妙。他没有明说是跟谁有我们要拍手喽，我就当做是。他好直球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4个人躺在床上嘛，但是我躺在最外面，萌萌躺在我右边，但是因为我真的有点累，所以我只是靠着萌萌，很安心睡觉，感受当下而已，我没有在管他们在玩什么，我也觉得很幸福。心动讯息我是想要讲给我现在最想出去的3个人听的，那他们一定知道，因为我说就是跟他们一起躺在床上很幸福，所以他们一定知道谁跟我一起躺在床上。但是如嫣感觉觉得我讲的太烂了，他说你讲完了吗？我要拍手喽，这样他感觉觉得不够。我想对大家讲因为要匿名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要理他。哭吧，孩子。我其实还不清楚我自己到底定义在哪里，但我非常确定我自己是非常被动的。还有就是我虽然很常跟谁讲话，或是很不常跟谁讲话，其实那不代表我没有要哭，那不代表我跟谁聊特别来，不代表我喜欢这个人，因为我毕竟就是一个很被动的人，所以每天可能都会不一样的变化。我已经暗示了，很明显了。我当下不会觉得是我觉得我当下可能只是觉得他在对自己讲话吧。就有的时候我有感觉到他就有在注意我在干嘛，我只是没说而已。如果说心动讯息同样是我已经知道的答案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是在对我说。就是相处下来之后，感受到很多，就是你跟平常表现出来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是可以，就是更加深入、更值得大家去理解，去知道你的好的人，就是希望你可以就是为自己的优点感到骄傲，然后希望就是你在这一段节目或者时间里都可以快乐。我就是觉得有点想哭，为什么？其实心动讯息我想要写给2位，是想要写给 Soraya， 然后还有那个如嫣。轮流我不是用点的，刚刚已经轮多少人了？我以为用点的。这位哥，好了，谢谢你点醒我，今天我主动。哦哟，真的啦。谢谢你点醒我，今天我主动了，虽然不明显，但我会继续努力争取。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哎，我写那句话，你最好要勇敢哦。我没有回答，我没有要。这怎么对谁啊？你是会说这是谁了？我不知道，他说他有尝试主动。那你猜测是谁？猜不到啊，完全看不出来。谁看得出来了？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应该是写给佩佩的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要对他自己说吧。我也有在想是不是我，因为他说什么谢谢你点醒我，那我在想是我们就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还是在说他跟弟弟或是如嫣在聊，所以还是他们在聊天的过程中讲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都有可能。我是写给萌萌的，因为萌萌跟我讲的一些话，让我从那个当下开始有了改变。就一开始真的是很闷，真的超级闷，就是闷到不会主动做任何事情的一个人。可是他讲完那句话之后，那个防备心有降低，所以有稍微再主动一点，可能也没有到很主动，可能甚至他们自己没有发现，但是我还在慢慢的努力。今天你见到我的第一面就跟我说你很想我，治愈了我一天。这个要刻，这个要刻。哦，我今天晚上的行动讯息是写给同期的。其实我这个行动讯息是有一点点基于朋友，就是其实确实我一进门的时候，他跟我这样说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然后一方面又觉得他今天也可能需要被治愈。怎么没有想要写给约会对象呢？这太难了，约了2个耶，我可以写2封吗？我当下没有写给约会对象，是因为他们2个的感觉好像都是写给我的。
所以我好像写给哪一方都会让另一方伤心，但其实这2个约会是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太重叠了。我会不希望他们可能就是会稍微比较或是什么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每一个约会都是有意义，然后都是不同的。你说像弟弟的那个，你觉得可能不是传给你的是吗？对，那你听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就当然还是会有一点小失落，但是更多的就是前面说就是争夺战这件事情，就会想说哦，是不是真的有就是让他们的约会就是结束的不是很开心？我对很多人都感到好奇或好感。那如果说我对你的热情跟好奇程度降低，不用担心，我只是需要多方厘清。很多时候的我是在确认反应，有些细节希望你能够发现，懂我的就会懂。那希望你能相信我会懂你。喜欢，这我也要磕。再磕一次。我会讲这些话是，主要是想讲给如嫣啦，但其他人我也都想要传达，还是会有一些人我想要了解看看，想相处看看，所以我才会说，我如果好奇度啊、热情都降低，你不用担心，我就只是想要多观察，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点，不管交友、谈恋爱，我其实都是很愿意陪伴、相处对方、帮助对方的。你觉得你讲完之后，有没有观察到如嫣的反应？我其实不敢看他，因为这个折顺序不只是有他的部分啦，也是会有伊娃或者是萌萌。因为你有说对萌萌或者是伊娃好奇，但你前面有提到说，目前是没有在你的想认识的好感的顺位当中。对。可是又同时现在是说好奇，那是什么原因？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如果有新的东西出来，说不定又加入那个排行里了。每个人的状态都在变，像现在伊娃变得蛮有趣的，蛮放得开的，有一点点的好奇心，但是多观察，看他跟别人互动啊，看他有没有愿意更打开他的世界，所以我不会那么快的说死说一定没有。跟你的床伴已经腻了吗？不会啊。接下来再次选床伴的时间。Oh my god， 好难说。那规则一样，除了你自己以外，其他8位来宾的印象分数1到10分，统计总分的平均最高的前4名可以选择你今天的床伴。我第1名是给佩佩，第2名好像是给弟弟，第3名是 Clara， 第3名就是相处起来最舒服的，然后第2名就是给我的首选。刚刚整个分数平均，第1名的是佩佩。哇，又是人气王，他为什么还想那么难过？请问我选1把，1把。哇，一对了。因为第一个，如果我跟萌萌待在同一个房间，我觉得太近了，我还不想那么快，而且要待3天呢。我觉得这样的距离目前来说是最刚好的，算是有点松一口气嘛。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睡在一起的话，可能不会太自在。然后我也有感觉到，我们现在2个人如果待在同一个空间，像是我们一起坐在床上或坐在沙发上，会有点僵硬，2个人都会跟其他人相处的样子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跟他睡，我可能也不会太自在，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对对方很有好感，然后但是又还没有真的有机会出去过，所以就卡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状态，然后有点不知道要开什么话题。我有观察到他嘴角在抽动，1把。哇，对，不太像是自然的表情这样，所以我知道他心里有一些浮动吧，但是我当然不太确定那个感觉是什么，但是就是可能有影响，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能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没有去跟他聊，我也不太敢聊。第2名，萌萌，一样是人气王啊，就是我们的团宠们。请选择。还是选弟弟。看来弟弟很舒服哦，不是很好，对。我们不用搬床位了。但其实是就是觉得蛮高兴的，因为他还是第2次也选了我。我们2个没有正式的约过会，
我们2个都觉得可以跟对方约会看看。我选择弟弟，因为我想要睡在原本那一间。第3名，如烟。我还没选呢。那我先帮你鼓掌。谁被选走了？我推荐室友。如果你想要就是安静舒服的话，可是我挺吵的。那你选一个会吵的。打呼哦。要换人吗？同期会打呼。对哦。还是你？我不会啊。那是同期。我选克拉。耶！我觉得他基于群众压力，因为那时候Eva就说强力推荐 Clara， 因为大部分在意别人眼光的人都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好啦，那就选他，然后就不敢选择自己想选的人。第4名跟第5名刚刚已经被选择了，那下一位是同期，请选择。屁！哦，我知道我自己的排名是第6名，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分数啦，就是这我知道，就是没有人对我有兴趣，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对我没兴趣那种。我跟每个人都深聊过了，可是就是我自己觉得不选我是合理的。舒服哦，舒服哦。然后如果今天穿昨天那一套，我就选他。哇，哦，好哦，谢谢。好啦，明天再换一次可以吗？你不会念他名字是吗？可以。我选小哈，你选小哈，同期选小哈。我就只有小哈跟索拉拉可以选，那我就选择了小哈，这样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跟同期就是可以聊的，就是很没有压力。其实他刚进来的时候，我对他的好感度低到我甚至自己都吓到，就是我对他没兴趣到我甚至不想跟他讲一句话那种感觉。结果因为我们是3个人待在家里，我发现其实跟他聊天的感觉，我觉得也很好。因为他也是 STJ 类型的人，他会把我讲给他听的话，把他分析出来的结果跟我讲，然后他分析出来的结果10有8、9都是对的，然后我就有吓到说，哇，他真的很认真在听我讲话，很认真在思考我刚刚讲的这些话，就是我觉得我有被重视到的感觉，就是跟他稍微这样聊了一下之后，他的好感度也是有上来的。我最后落单，我就在想，大家会那么体贴，就是因为我好像早上说。因为我每天能量其实是很低的，然后又很需要一直睡觉啊。我刚好早上的时候又说我习惯一个人睡，不然我会睡不好之类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啦。有部分觉得为什么没有人选我？可是又另一部分觉得还蛮开心的。那这样，想跟你聊一下。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就是结束之后。制作组就跟我说有人想跟我聊一聊，然后把我叫进来房间，然后叫进来房间就是我想要跟我私底下聊一下这样子。因为我一开始是很怕他会因为我的话，然后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好，或是会想要觉得他应该要改变自己。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我们就是在屁话，然后我讲完以后他可能最多自己想一想，结果他居然就是觉得严重到要去跟你们讲，所以我就有点吓到，所以我才会想要去找他讲这些事情。因为制作组其实给我们的感觉是，像朋友，对，然后就是我也可能也想稍微跟制作组打好关系吧。我觉得他们人也都很好，所以当个朋友什么的也好。我自己觉得比较快拉近距离的方式去跟他们，就是讲话可能比较那个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但是这样子比较认真，有点在说教或是这样，然后可能觉得有点冒犯嘛，就是觉得我的角色不应该说这种话。倒也不是冒犯，如果你的角色不该说这种话，我也不会去找制作组讲些什么话。就可能你这样严肃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就会自己开始反思嘛。就是我那样做是不是不太好之类的。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话的时候，前面就是都是有点在互呛的感觉，就是因为互呛就是讲话就是很直接嘛。我会开你玩笑也是，就是因为我跟你变熟了，然后我觉得跟你讲话很轻松，所以我才会比较可以容易的开你玩笑这样。然后你也一直说你不在意，因为你说我们就是团宠，我们这样都可以这样。但我没有因为这个然后就肆意妄为，我没有，我只是因为你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想要这样跟你玩，
可能因为我前面都一直在很直接讲话，所以我那时候才会直接跟你讲说，我觉得这样不好。可是我不是希望说你变成不是你自己，我怕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说教还是怎样，就是想要你改变，但是我只是真的怕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你，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相处，所以他们不知道你讲话方式，然后他们不知道我们不会介意，就他们可能会帮我们介意，所以我会怕你会被讲，但是因为你又说你没关系，我不希望这节目的任何一个人被讲。因为我自己讲话，我是会就是特别注意说，如果这个以后播出会不会被网友骂、被检讨，或者是就是如果其他成员看到的话，会不会就是为什么要傻鬼？为什么？等一下哦，你慢慢来。就是可能其他成员看到我在节目上讲的话，可能跟他们的预期不一样，或者是觉得有被伤害的话，就是我会有点愧疚，所以我会比较在意我在这里讲的话。所以我可能也不小心就投射在你身上，然后觉得你应该要跟我一样有点在意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这样讲。然后我不知道你会真的就是有可能记下来吗？就是他哭的那个当下，我就是吓到，就很抱歉，我做错了事情让他哭吗？还是干嘛？我是真的有吓到，就是以他那么严肃的状态下跟我讲那些话的时候，我就有吓到说他有到这种程度的关心我已经有点受宠若惊的程度了，就他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骂或干嘛的，这个部分我是真的有吓到。我去另外一间的时候，我也有就跟他们说我们刚发生的这个对话，然后他们就是说啊，你可能本来就是这样讲话，然后你真的不在意啊什么的。他们就说你不用帮他担心啊，不要瞎操心这样。然后后来那个如烟过去那边以后，回来又跟我说你其实会在意。我原本接收到的是他们就是安慰我说你无所谓，但是如烟又那时候回来又说你去找节目组讲，然后我就发现就我讲话可能会影响到你，但是我的本意不是说要你改还是怎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觉得愧疚嘛。没有，应该说我自己在做事情，我可能比较横冲直撞一点，就是那种感觉有点像是旁观者清嘛的感觉，因为我可能我当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想法，可是你看到你有这种想法，那当然我不会觉得你在改变我。应该说我原本就是想比较多的人，所以我会在意这件事情，然后我会怕很像我在改变你，是因为如果你不在意的话那很好，因为我有时候也不喜欢我在意这些事情，在意太多的这个个性，那你不在意可能刚刚也是我会欣赏的部分，我会想要变成的部分，我会怕比较像是我把我的想法强加在你身上，然后让你就好像是说你应该也要这样子做。可是因为我看到的部分比较单独的视角，我觉得这样子，但意见多是好。你说给你这种因为我旁观的视角吗？因为你自己做错事，你不会知道你自己做错事我不会觉得你在说教，然后也不会觉得就是可能你改变我干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处理这件事情。你说你还是我？反正没有改变我，然后我可能还是会继续这样，但是我会想办法收敛一点。我没有想到这个部分可能会被曲解意识之类的。没有，只是因为刚刚那个如烟来跟我们讲的时候，他就说你好像蛮介意的这样。你那样子跟我讲，我怎么可能不介意？怎么可能不介意？但是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介意的是说哪一个部分呢？就是因为他跟我说你会介意，所以我会想知道那你介意的是什么，然后我会可能想要解释，或者是把这个算是小误会解开吗？可能是我单方面误会，就是我不知道你到底介意是什么，所以我很想知道。我等一下解释，那我就戴个牙套。快讲完了啦，最后讲完就好了，讲完就去了。没有马上。你还要讲？很快，戴个牙套1分钟2分钟的事情。你牙套在这边哦，在我口袋里。好。你快讲完不代表我快讲完了，你下来这边。
干嘛？啊？干嘛？我跟你说，我介意的部分啊。好，你介意什么？一定要站着讲哦。为什么？为什么？你等下就会知道，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啊？不是啊，就是比较，啊！天哪！我自己都你到底要干嘛？我比较天哪，好不好？我只是，你跟我讲，我只是没有想过，我居然会。可是因为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决定要做的事情，我就一定会做。好啊，那我在等你啊。你决定会做这段时间有点久。对啊，就是需要一点心理准备。你决定到做中间有点，就需要一点心理准备吗？好，我先去洗澡回来，我洗澡回来再站回来。不要，看你决定好了没？不要。好像好烦哦。好了，随便啦。我不知道你在干嘛，我才觉得你比较烦吧。我已经要死了，你知道吗？好，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在一起是如烟，他已经死了，他没办法接受这么安静。不是，我没有尴尬，我真的是脑袋里面很努力的一直在旋转。你是想要对我做一些什么吗？是想要报一个和解吗？对啦，就讲啊。我想抱他，我想跟他说，就谢谢他，我对不起他，什么什么的那种感觉。不是，我要跟你讲，好了，不是，我只是介意说，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关心我，然后就是谢谢你的关心，这样。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生气，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因为我无心的举动，然后让你有那今天我们的活动是心动拍卖会，你愿意吗？那我又不能拒绝。对啊。哦，愿意。哎，没有啊。好难过。没有，那只是在回答你。现在是交换礼物的环节，但是今天晚上的交换礼物一点也不温馨，是血腥版的。那我看到就是其实蛮多人出去的时候，我就没有选择出去了。我要用什么东西去跟人家竞争呢？我觉得我可能就对他会没那么有好感嘛，有点失望嘛，就想说他是不是不够喜欢我。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这一季呢，算是第一次来找各位观众们来现场，有没有想要跟来宾告白的？看到我有失望吗？没有。他看你的眼神不一样。多了你。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成员们观看节目播出的第一反应。但是呢，你要注意，假如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直接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